别怕，这是西安13朝古都，盛产皇帝，70多位呢，咱压根儿不缺皇帝。今天我们要探访几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景点，穿越明、唐、汉，领略西安的古往今来。这是钟楼，西安的心脏，建于明朝1384年，最初位于1公里之外的广济街，直到200年后才搬迁到现在的市中心。真的假的？绝对真的。钟楼不仅是地标，更是这座城市的定海神针。那边是鼓楼，和钟楼一起守望着这座古城的历史与繁华。街头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线，就是汉服美女。近年来，西安的汉服文化特别流行，这些小姐姐给古城增添了不少风采与韵味。好了，先去附近吃点东西。卤汁凉粉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很多西安人可能也没尝过，原以为就是普通凉粉。服务员递来一张饼，我还以为搞错了，确认后才知道要把饼掰碎交给厨师，浇上凉粉和卤汁。味道很特别，不算太辣，但我呛到喉咙了。有人调侃它是黑暗料理，来西安的话不妨试试。这是刚才的馍。向南走几百米就是南门。1998年，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便是从这里开始。印度总理莫迪也在2015年来到这里，感受古城魅力。西安城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、最好看的古城墙，始建于明朝初年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这是秦咸阳，这是汉长安、唐长安、明长安。明朝工匠放弃了唐朝时期规模庞大的郭城，虽然城墙的面积比唐长安城小了不少，却更加坚固，易于防守。城墙环绕着古老的西安城，全长约13.7公里，形成一个巨型结构，游客可以骑行一圈。城墙有4座主城门，分别是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每个主城门都设有瓮城，用于加强防御。这里是未央宫，西汉王朝的皇宫，如今只有遗址默默见证着昔日的兴衰。这里没有商业化的痕迹，也很少有人穿汉服拍照，人们更愿意去市区的景点。把他押去未央宫。未央宫遗址辽阔，占地相当于7个故宫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之一。漫步其中，依然能感受到汉帝国的磅礴气势，不禁让我想起历史剧里的宫廷风云。诸位大臣，免礼平身。谢太后。眼前这片遗址是当年的前殿，汉朝皇帝在此处理政务，举行朝会。汉高祖刘邦迁都长安后，命萧何修建未央宫，而前殿正是这座宫殿的核心。你这卑鄙小人借口特别多，以后就以洪州为界，以东属楚，以西属汉，两分天下。今天你我兄弟对天发誓。刘邦与项羽原约定平分天下，却背信弃义，暗中集结兵力偷袭项羽，最终夺得天下。这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，更是一场关于诚信与权力的抉择。现实中，我们该效仿刘邦的谋略，还是该敬佩项羽的忠义？
有人说刘邦统一天下功不可没，但是刘邦也可以辅佐项羽，统一权力、信誉三者兼得，你说呢？这后面就是交房店了。这里就是交房店，汉代皇后的居所。窦太后、陈阿娇、卫子夫都曾在这里生活。店内墙壁涂抹花椒粉，不但散发香气，还象征吉祥辟邪，也寄托了多子多孙的愿望。交房因此得名，成为汉代皇后尊贵身份的象征。皇上日理万机，国事重要，臣妾会在交房店等你的。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未央宫。这里是西汉都城的遗址，城墙外曾有护城河，其中东南方向的一部分如今已成为汉城湖公园。这里是东南城墙角的汉风遗迹，如今这片都市中难得的清幽绿地，湖水荡漾，古今交融，适合漫步息养，也不乏浪漫与诗意。汉武帝刘彻小时候并不是太子，继承皇位的本应是他的哥哥刘荣。刘彻能够登上帝位，完全靠景帝姐姐长公主的支持。长公主原计划将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，成为皇后，但因刘荣母亲骊姬的傲慢与误判，长公主未能如愿，最终决定全力协助刘彻。要是姑姑让阿娇嫁你，让阿娇做你媳妇儿，你愿意吗？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，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，让阿娇住在里面。怎么，又不想嫁给太子了？我们高攀不上。以前我没留意金屋藏娇的出处，西安遍地是文化，没想到这个成语竟然出自这个厕所。陛下。然而刘彻长大后宠爱新欢卫子夫，把发妻阿娇冷落在长门宫，孤独终老。阿娇的金屋成了冷宫，金屋没有藏娇，藏的是寂寞与权谋。无休止的征伐，打穷了百姓，打入了朝廷，朕绝不是汉武帝。这样的汉武大帝，你喜欢吗？广仁寺，西安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，由康熙皇帝下令修建，带着皇家的信仰和祝愿。这里宁静庄严，是西北藏传佛教的重要道场。8座佛塔，据说绕着佛塔转圈，可以积福、延寿、不生病、不贫困，甚至来世投生净土。谢谢。
这是火车站的北广场，对面是大明宫的丹凤门。如今的丹凤门是考古和复原的成果，现在是一座博物馆。让我们穿过这扇承载千年历史记忆的大门，一探究竟。丹凤门曾被誉为大唐的国门，是皇帝改元诏令、颁布大赦和举行阅兵的场所。1000多年前，这里汇聚了无数的欢呼声和壮丽景象。可惜，唐末的战乱使它不复存在，如今只留下这考古现场。让我们继续前行，探索这座皇宫的昔日辉煌吧。唐朝继承了周礼的3朝制度，含元殿是外朝的核心，是皇帝举行国家仪式与盛大庆典的场所。每年元日和冬至的大朝会都在这里举行。是龙尾道，东边是祥鸾阁，西边是西凤阁。那边是丹凤门，有人在放风筝，看到没？你看这个足球场，朕要速去。唐朝皇帝也爱踢足球，谁要是踢个7比0，那回来肯定要杀头的，那是灭我国威。美不美？这是唐朝皇帝执政的地方。大唐皇上，你在哪里？我巡宫来了，你在武媚娘那儿吗？没有的啦，皇上在博物馆上朝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世民，欢迎来到大明宫遗址博物馆。这里展示了大明宫的建筑艺术与历史背景。大明宫最初由李世民为父亲李渊修建，经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大规模扩建，成为唐朝的主要皇宫。唐朝灭亡后，大明宫在后梁皇帝朱温的命令下被拆毁，留下一段壮丽而遗憾的历史。看着雕刻、鬼脸瓦、象鼻挂钩、龙形纹饰，还有各种动物图案，每一件都展现了唐代艺术的辉煌。如果感兴趣，还可以玩换装游戏，让你穿越回大唐盛世。宣政殿是进行朝常、新帝继位、册封太子、科举殿试、读时令等活动的地方。假设宣政殿还在，那是多么的辉煌，都是为了打仗。那些鼓动战争、叫嚣打仗的人，是国家的祸害。你说对不对？想想乌克兰，多少城市被毁，那不光是乌克兰的损失，那是世界的损失，是我们大家的损失。紫宸殿则是内朝，主要用于日常朝见、宴会、接见外邦使节。站在如今的大明宫遗址上，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声响，感受到盛唐王朝的繁华。尽管宫殿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遐想和对历史的敬畏。三大殿后面是太液池，在后面是皇家嫔妃居住生活的地方。整个大明宫占地3.2平方公里，相当于4.5个故宫的面积。现在大明宫的外围区域成了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。不好了，雨晴跳了太液池，快把他抱上来呀！这里非常美。这是唐朝时的长安，我们现在在大明宫。唐初的政治中心在太极宫，后来迁到了这里。皇城是政府机构的所在地，而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，朱雀大街贯穿南北，
是城市的中轴线。这些长方形旧式坊，当时每个坊都被土墙围住，每个坊有4个门，夜间会关闭，天黑后百姓在家睡觉，权贵们则在豪宅中歌舞升平。小雁塔建于707年，是唐代长安城内建佛寺的佛塔。佛教1世纪传入中国，西晋时期长安已有佛寺，这里展示了佛像风格的演变。鼎用来盛肉，簋用来盛谷。在西周时期，天子吃饭用9鼎，诸侯7鼎，大夫5鼎。9鼎不仅关乎饮食礼制，更代表着权力。古人说一言9鼎，在这里就能感受到9鼎之重，权威不容置疑。这个秦朝玉杯纹路精美，雕琢精细，专家推测它可能是用来盛露水配丹药。古人相信这些中药大补丸可以养生延寿，长命100岁。这里不少文物采用鎏金工艺，古人用金与水银混合成金泥，涂于器表，加热后水银蒸发，金便牢牢附着，光泽华美，熠熠生辉。这件汉代洋灯也是鎏金工艺，羊被翻折是灯盘，折回则是一头吉祥肥羊。贵姿体现儒家谦恭之道，时刻育人警醒。这是汉代酒具，出土时竟然还存有26公斤酒，有专家还尝了一口，可惜并没有期待中的千年醇香，反而是浓重的土腥味。此物出自汉文帝、武帝时期的贵族墓。这些是汉代庄园的陶塑，看看这个猪圈，上方建有茅房，利于保持清洁。与上厕所的说法相对应，厨房一般位于庄园南部的低处，便于排水，也是下人工作的地方，与下厨房相对应。哎，你好，那个能不能让我也拍2张？哦，可以啊。好，没事，你们就拍你们。大雁塔是西安的地标建筑，是唐代为保存唐僧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专门修建的。最初大雁塔只有5层，后来加高到7层。这不仅是一所历史建筑，更见证了古城1000年的故事。站在这里，你会感受到那个时代文化的厚重。北广场已经存在了多年，进入21世纪后，又增建了音乐喷泉和南广场。2018年步行街工程完成，如今的大唐不夜城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，节日期间这里人山人海。哎，你好，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？可以。
逛完一天古迹后，晚上可以来这里看街头表演。大明宫已不复存在，但在这里能感受现代长安的辉煌。白天品千年历史，夜晚赏现代活力。想要体验西安与时俱进的繁华，这里一定不能错过。好了，我也要回去休息了。下次带你继续发现更多西安的精彩。拜拜，再见。